不少老年人总说血管病是突然来的横祸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血管堵塞就像家里的水管结构，是一天天慢慢积累的结果。医生发现，50岁以后血管的弹性会自然下降，再加上一些不经意的坏习惯，斑块就会悄悄在血管里安家落户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日常小事，比如顿顿吃重油重盐的饭菜，饭后就坐着不动，睡前还爱喝杯小酒，这些行为都在悄悄损伤血管。研究表明，超过 70% 的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前都有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，只是自己和家人都没在意。不少老年人觉得老了就该随心所欲，却不知道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正在把血管推向堵塞的边缘。第一个危险信号是睡前手脚麻木发凉。不少老年人睡前会觉得手脚发麻，有时候还伴随着冰凉感，总以为是年纪大了血液循环不好，或者是没盖好被子。医生发现这可不是小问题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的早期预警。当血管里的斑块越来越多，血管管腔就会变窄，血液流通就会受阻。手脚是身体的末端，供血最容易不足，所以会先出现麻木发凉的情况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个细节，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或者说人老了都这样，却不知道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脑梗、心梗的风险。研究表明，长期睡前手脚麻木发凉的老人，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出3倍之多。这种麻木不是偶尔一次，而是频繁出现，有时候还会从指尖蔓延到手臂或小腿，甚至会影响睡眠，让人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不少老年人会用搓一搓、捂一捂来缓解，却没有意识到这是血管在向我们求救。医生提醒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千万不能大意，一定要及时关注。第二个危险信号是睡前胸闷气短。很多老年人睡前躺下后，会突然觉得胸口发闷，呼吸变得不顺畅，需要坐起来才能缓解。不少老年人以为这是心脏功能退化的正常表现，或者是年纪大了肺活量不行了，其实这很可能是冠状动脉堵塞的信号。医生发现，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线，当它出现堵塞，心脏就会供血不足，躺下的时候回心血量会增加，心脏的负担会加重，所以胸闷气短的症状会更明显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个危险信号，没有及时带老人去检查，总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，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心脏疾病。研究表明，睡前频繁出现胸闷气短的人群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会显著上升，比没有这种症状的人高出 40%。 这种胸闷不是轻微的压迫感，而是像有重物压在胸口，有时候还会伴有心慌、出冷汗的情况。不少老年人会强撑着，觉得没必要去医院麻烦，却不知道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信号。医生强调，这种情况绝对不能拖延，一定要重视起来。第三个危险信号是睡前头晕头痛。不少老年人睡前会突然感到头晕头痛，有时候还会伴有视物模糊的情况，总以为是没休息好或者血压波动。医生发现，这很可能是脑血管堵塞的预警信号。当脑部血管被斑块堵塞，脑部就会供血供氧不足，从而引发头晕头痛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个信号，觉得吃点降压药，睡一觉就没事了，却不知道这可能是脑梗的前兆。研究表明，睡前反复出现头晕头痛的老人，发生脑梗的风险会大大增加，尤其是那种天旋地转的头晕，风险更高。这种头晕不是普通的眩晕，有时候还会伴有恶心、站立不稳的情况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觉得眼前发黑。不少老年人会误以为是感冒或者血压突然升高，没有及时就医。医生发现，很多脑梗患者在发病前的几个月都长期存在睡前头晕头痛的情况，只是被自己和家人忽视了。还有些老年人会说，我一直血压高，头晕很正常。但医生提醒，
血压稳定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睡前头晕，更要警惕血管堵塞的可能。第4个危险信号是睡前下肢水肿。很多老年人睡前会发现自己的小腿或脚踝出现水肿，按压后会有凹陷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。不少老年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，代谢慢，或者是白天走路多、站立久导致的。其实这很可能是下肢静脉血管堵塞的信号。医生发现，下肢静脉负责将下肢的血液回流到心脏。当它出现堵塞，血液就会淤积在下肢，导致水肿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个情况，没有及时干预，最终可能导致下肢坏死、血栓脱落等严重后果。研究表明，睡前下肢水肿的老人，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会明显增高，而血栓一旦脱落，可能会引发肺栓塞，危及生命。这种水肿通常是单侧的，或者一侧比另一侧严重，有时候还会伴有腿部皮肤温度升高、颜色变红的情况。不少老年人会用泡脚、按摩来缓解，却不知道如果是血管堵塞导致的水肿，盲目按摩可能会让血栓脱落，带来更大的危险。医生提醒，出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先去检查，再进行针对性处理。第5个危险信号是睡前频繁打哈欠。不少老年人睡前会频繁打哈欠，总觉得很困，即使白天已经休息得很好了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老了嗜睡，其实这并不是简单的困倦，而是脑部供血不足的表现。医生发现，当脑血管堵塞、脑部缺氧，身体就会通过打哈欠这种方式来增加氧气摄入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个看似平常的信号，没有意识到背后的血管问题。研究表明，睡前频繁打哈欠的人群，患上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高出很多，尤其是在打哈欠的同时，还伴有头晕、记忆力下降的情况。不少老年人会说，我就是觉多，却不知道这是血管在发出预警。医生发现，很多脑梗患者在发病前1到2周都会出现频繁睡前打哈欠的情况，只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。这种打哈欠不是偶尔一次，而是连续不断，即使刚睡醒也会觉得很困，总想打哈欠。为什么这些睡前信号会预示着血管堵塞呢？医生解释说，血管堵塞的根本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的弹性会逐渐下降，血管内壁会变得粗糙，这时候血液中的脂质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内壁，形成像小米粥一样的黄色物质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斑块。这些斑块会不断增大变硬，导致血管管腔变窄，血液流通受阻，进而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供血供氧。不少老年人因为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，加速了斑块的形成。医生发现，很多家庭的饮食结构不合理，顿顿离不开肥肉、油炸食品、咸菜、腊肉这些高脂肪、高胆固醇、高盐的食物，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促进斑块形成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，老人退休后就很少出门活动，长期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，脂质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。研究表明，缺乏运动的老年人，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比经常运动的人高出2倍以上。此外，吸烟、过量饮酒、长期熬夜等不良习惯也会严重损伤血管内皮，让斑块更容易形成和发展。很多老年人觉得老了不用那么讲究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却不知道这些行为正在悄悄伤害血管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疾病的影响。不少老年人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，但没有规律服药，也没有定期监测。医生发现，血压长期偏高会冲击血管内壁，导致血管内皮损伤，为斑块的形成创造条件。血糖控制不佳会影响血液的代谢，让血液变得粘稠，同时也会损伤血管和神经。高血脂则会直接导致脂质在血管内沉积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基础疾病的管理，觉得只要没有不适症状就不用吃药，
不用检查。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。研究表明，规律控制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的老年人，血管堵塞的风险会降低 60% 以上。而那些不规律服药、不监测指标的老人，血管斑块的增长速度会快很多。另外，年龄和遗传因素也不能忽视。医生发现，50岁以上的人群，血管功能会自然衰退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会显著上升。如果家族中有亲属年轻时就患有血管疾病，那么患病风险也会相应增高。很多家庭忽视了家族遗传史的影响，没有提前做好预防。研究表明，有血管疾病家族史的老年人，患病风险比普通人高出2减3倍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遗传史就一定会得病，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，依然可以有效降低风险。那么，如何改善血管健康，远离堵塞风险呢？首先，在饮食上要做到3少3多。3少就是减少高脂肪、高胆固醇、高糖分食物的摄入。不少老年人要少吃肥肉、动物内脏、油炸食品、糕点、含糖饮料等，这些食物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进斑块形成。3多就是多吃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优质蛋白的食物，比如芹菜、菠菜、西兰花、燕麦、糙米、苹果、香蕉等。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。深海鱼、鸡胸肉、豆制品、鸡蛋等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助于软化血管。医生建议每天的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下，过多的盐会导致血压升高，损伤血管。研究表明，清淡饮食的老年人，血管斑块的增长速度会明显减慢。很多家庭可以为老人准备低盐、低脂、低糖的饭菜，比如蒸菜、煮菜、凉拌菜，减少油炸和红烧的做法。此外，要多喝水，每天饮水量不少于1500毫升，有助于稀释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睡前1小时可以喝1杯温水，但要注意不要喝太多，以免起夜影响睡眠。其次，要坚持适度的运动。不少老年人可以选择散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、骑自行车等温和的运动方式，每天运动30分钟以上，每周坚持5到7天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血管弹性，减少斑块的形成。医生发现，经常运动的老年人，血管的健康状况要比不运动的人好很多。很多家庭可以陪伴老人一起运动，既增进了感情，又能帮助老人坚持下去。比如每天晚饭后，家人陪着老人散步30分钟，既能促进消化，又能锻炼血管。研究表明，规律运动可以使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40% 以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运动要循序渐进，不要一开始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，避免受伤。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胸闷、头晕、气短等不适，要立即停止休息，并及时咨询医生。另外，运动时间最好选择在白天，睡前1小时内不要进行剧烈运动，以免影响睡眠质量。第三，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戒烟限酒是非常重要的，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。2手烟、3手烟也会对家人的血管健康造成影响。不少老年人要尽量戒烟，家人也要给予支持和鼓励。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血液粘稠度增加，还会损伤肝脏，间接影响血管健康。医生建议男性老年人每天饮酒量不要超过25克酒精，女性不要超过15克酒精，最好是不饮酒。很多家庭要监督老人不要过量饮酒，尤其是睡前不要喝酒。此外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7小时，避免长期熬夜。医生发现，长期熬夜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内分泌紊乱，加速血管损伤。很多家庭要帮助老人养成规律的作息，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，早上7点8点起床。睡前不要看过于刺激的电视节目，玩手机，避免情绪激动，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血管健康。
研究表明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延缓血管堵塞的进程。第四，要定期进行体检。不少老年人要定期检查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颈动脉超声、心电图等项目。一旦发现异常，要及时就医干预。医生建议，50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，有血管疾病家族史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，体检频率可以更高一些。每6个月检查一次，很多家庭要重视老人的体检，不要觉得没病就不用检查。早发现、早治疗是预防血管堵塞的关键。研究表明，定期体检的老年人，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会显著降低。体检时，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、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异常等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咨询医生，遵循医嘱进行治疗和干预。不要自行买药吃，也不要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治，拖延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第五，要规律管理基础疾病。如果老年人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疾病，一定要按时服药，不要擅自停药、减药或换药。不少老年人会觉得药吃多了有副作用，或者症状稍微好转就停药，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。医生发现，不规律服药会导致血压、血糖、血脂波动过大，加速血管损伤。很多家庭要监督老人按时服药，帮助老人建立服药台账，避免漏服错服。同时要定期监测指标，比如每天测量血压，每周测量1-2次血糖，每3到6个月检查1次血脂，根据指标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研究表明，规律服药的高血压患者，血管堵塞的风险会降低 50% 以上。规律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，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会显著下降。如果服药后出现不适，要及时咨询医生，不要自行处理。第六，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长期的焦虑、抑郁、易怒等不良情绪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影响血管健康。不少老年人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，比如养花、种草、下棋、书法、绘画、听戏曲等，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，保持心情愉悦。医生发现，心态好的老年人，血管健康状况也相对更好。很多家庭要多关心老人的情绪，多陪伴，多沟通，让老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比如经常陪老人聊聊天、散步，带老人参加一些社区活动，避免老人孤独。研究表明，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降低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要及时疏导，不要憋在心里，可以和家人、朋友倾诉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对血管健康非常重要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最重要的3个结论。第一，血管堵塞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和基础疾病积累的结果。睡前出现的手脚麻木、发凉、胸闷气短、头晕头痛、下肢水肿、频繁打哈欠等信号，都是血管发出的预警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信号，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。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。第二，动脉粥样硬化是血管堵塞的根本原因，年龄增长、不良饮食、缺乏运动、吸烟饮酒、基础疾病控制不佳等都是重要危险因素。这些因素大多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来改善，不要觉得老了就没办法了。第三，预防血管堵塞要从日常生活做起，保持清淡饮食、规律运动。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定期体检，规律管理基础疾病，早发现、早干预，才能有效保护血管健康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血管健康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晚年生活质量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生活，还会给家人带来负担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如果你的家人或自己睡前出现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信号，一定要及时重视起来，不要拖延。请咨询医生进行专业的检查和诊断，不要自行判断，盲目用药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。也可以说说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情况，
或者你有哪些保护血管的小妙招？记得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小铃铛。后续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养生知识，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